我孙女儿，我养得了。哎呀妈，为什么不要啊妈？那个钱他该付的，那是抚养费。闭嘴，闭嘴！行了，原被告双方的想法和诉求，本庭已经了解了。本庭，审判长，我有话想说。你说。经过几次庭审，我相信各位法官都可以看出来，孙辣辣女士，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母亲。你算老几啊？你是法官吗？你说。被告，不要插嘴。当然，我当事人刘文波先生也并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你没事吧你？哎，你是我的律师，我付你钱了。保持安静，不是你的发言时间。我知道，按照法律规定，在父母离婚之后，只要一方还有抚养能力和条件，一般情况下，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是没有单独抚养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外孙女的可能性。肯定不能抚养啊！再说了，你说他这么大岁数，他一个月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药的呢。你说哪天他得嘎了，那我闺女怎么办？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恳请你们跟我一起考虑一下，让刘一田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可能性。抱歉，我刚才有点过于激动，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跟我奶奶一起长大的，我的奶奶和刘奶奶一样，一身病痛，没什么钱，只能靠着一点裁缝手艺，把我爸爸抚养长大。但我爸也不争气，游手好闲，还病死了。后来我妈还跑了，所以我只能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我奶奶那个时候给人家洗衣服，都是雇主包饭，但不知道哪一天就染上了肝炎，就没有工作敢要她了。她只能东家讨一口，西家讨一口，把我养活大。后来我奶奶也放弃找工作了，就去种菜、卖菜、晒干货，还得去捡破烂、卖破烂。直到我长大一些，能帮她忙了，日子才过得好一些。我知道，你们听到这里一定会觉得我长这么大很不容易，受了很多苦。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跟奶奶生活在一起。我现在回想起我的童年，只有幸福。因为我奶奶从来不会大声跟我说话，不会让外人欺负我一次。因为我羡慕别的小朋友都有新衣服、新裙子穿，我奶奶就会用碎布头做了给我，还会去垃圾堆里捡别的小朋友不要的娃娃送给我。我甚至还拥有一套全新的正品的公主娃娃套装，是因为有一次她被一辆豪车撞了，医院说要做检查，她说不用。她看到司机的车上有一套全新的公主娃娃，就跟人家说能不能把那个给我，我们家孙女就喜欢那个小姑娘。这就是我的奶奶。我认为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他将来才会知道去爱别人，这会成为他一辈子的财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休庭合议。就这一家子，我觉得就奶奶一个正常人。我觉得这人家秦律师说的没错呀，
现在的家庭生活水平，孩子无论跟谁都不会饿肚子。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在他身边能有一个对他掏心掏肺、爱他、护着他的亲人。我支持判给原告，因为判给爸爸，实际上这个孩子就是给了奶奶。原告律师的陈词非常动人，我也相信小笼包奶奶才是唯一真爱小笼包的那个人。但是这里面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每个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秦瑞的奶奶能够拖着生病的身体抚养秦瑞长大成人，不是必然的。咱们先不说小笼包奶奶心脏有问题，即便就是平时看起来没什么毛病的老年人，因为一场感冒、一次摔倒，或者就是普普通通的在床上一躺睡个午觉，突然离去的概率也是有的。假设啊，小笼包奶奶突然离去，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让孩子经历这样一次极限拉扯呢？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能够达到80岁，为什么小笼包奶奶就是那个拉低平均数的呢？哦，因为害怕失去，就全部要了；因为害怕拖着，就不追梦了。那你自己呢？因为害怕出问题，就拖着不怀孕。这能一样吗？我又没说我不生，我只是需要一个好的起点，给孩子最好的保障。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呢你？就事论事，就事论事。道歉。对不起，乐姐。原谅你了。咱们说回来啊，就算被你说中了，就算小笼包的奶奶万一的万一突然之间撒手人寰了，而且在父亲没有能力或者是他养不好孩子的情况下，那我们也不是不能接受再把小笼包判给妈妈。那至少我们尝试了最好的可能性，不是吗？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不等人，钱等人。爱很稀缺，钱不稀缺。对，你说的这些啊，都有一个前提，有爱万事足。是在能吃饱饭的前提下。对，能吃饱饭的前提下，加上满满溢出的爱，孩子的成长就健康圆满，没有伤痕。秦律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呀。他的陈词的确非常有感染力，我承认。但是，将发生在他身上将近20年时间的事情，浓缩成为2分钟，让你感受什么样的冲击力，完全取决于他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你是说，秦律师在 PUA 我们？那倒也不一定，我只是说呀，这可能不是故事的全貌。那你什么意思？秦律师还有不为人知阴暗的一面？那倒没有。哎，你说这不太好看了吧？脸色太好了。有点点好看的。是。你应该弄惨点，至少粉丝会同情你。对呀，我惨点，法官也能同情我。那行了，不画了吧？那个，给我找一下那个卸妆棉，擦掉点，弄惨点。不能这么漂亮。不行，不能太好看。哎，你看这嘴摆。怎么了今天？不行，重新合影。这擦点，这腮红也擦点，腮红也，来，给我。经合议庭合议讨论结果，判决如下：一、被抚养人刘一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由其父亲直接抚养，并随父亲刘文波共同生活。二、被抚养人的抚养费及抚养方式，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由被告孙辣辣按月向原告刘文波支付3000元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直至被抚养人满18岁为止。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个我10月怀胎生的孩子，凭什么判给他呀？被告不要扰乱法庭秩序。那这个我结婚我不同意。那这结婚，请你保持肃静。我不同意这结婚。你如果不同意，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你如果现在喧闹的话，我可以马上让法警把你带走。那我去上诉，我去告他。妈，别扭了。你是不是收他钱了呀你别吵了。不对，你一块告。你们一个个都先告你们！你们全部人就一类口粮！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等着！不要吵了！你闭嘴！走，上车，跟着。
的奶奶哦，哎呀，来来来，哎呀，我的乖哟，我的乖乖，哎呀。哎，刘先生，刘先生，哎，您看，这官司也替您打赢了，孩子也终于判给你了，这律师费。秦律师，你确实挺有手段的。这个案子的判处结果，我很满意。钱我肯定不会赖你的，但是咱们之前合同上说那个数，我恐怕拿不出来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之前确实赚了挺多的，都是靠孩子视频打赏得来的。现在也封号了啊，之前里面的钱我也拿不出来，以后想再靠这个方式赚钱也基本不可能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要吗？哎，这合同白纸黑字写的。那你要不告我吧，这不法院吗？去吧。刘先生，我前前后后帮你忙活了这么久，你不能赖账啊。那要不就分期行吗？分期？分几期啊？法院不是判他每个月给我3000吗？那我这个月先给你300，以后每个月都给你300，你每个月来找我要，好吧？付完为止。300？哎，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你让开点，我要开车。哎，刘先生，刘先生，行，你给我说分期是吧？不按时打给我，你看我不告你的啊！我就住那个马路对面，太坏了，你这人。孩子纯真的笑脸能洗涤成人世界的疲惫，他们无条件信赖的目光，更是人世间最温暖的慰藉。然而，当这份源自生命本初的赤诚可以被运作成流量与利益，孩子就被异化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孩童的嬉笑怒骂被精心编排成剧本，其身心健康与正常成长轨迹在父母对名利的追逐中被悄然牺牲。小笼包的奶奶可以为他暂时撑起一把保护之伞，但这把伞能遮挡多久的风雨？在法庭的视野之外，还有多少网红儿童在脚本的操控下失去自然成长的快乐？还有多少稚嫩的肩膀过早扛起了父母的欲望与贪婪？他们的权益需要每一个人来守护。回来啦，马上好。是不是刘文波来账了？大脾气，赖皮鬼！这给我300块钱定金，跟没给有什么区别？丽丽，我以后要再帮这帮讨厌鬼干活，你就把我吊起来，把腿给我卸了。你腿卸了，我还得养你，我可不傻。那你就对着我狠狠扇我的脸。别自责了，你也不是白跑腿儿，咱这不是现在资历太浅，挑不了食儿吗？饭来喽，小心烫，小心烫。哇，这也太香了吧！来，来，给你。给，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尝尝。好吃。哦吼，终于要吃到我们练鸡的羊肉喽！要不然在家里面天天惦记吃练鸡。怎么了？今天你看着天就想吃，今天让你吃个够。欢迎光临，里面请。点吗？点话哟，有日子没来了啊！正好这个火锅都已经摆上了，辣椒油今天新炸的，自己动手调。今天要是不吃好了，谁都不准走啊！谁都不准走。姐夫，我在你这儿什么时候亏待过自己啊？来，里面请。菲菲呢？吧台呢？里面。菲菲，你看谁来啦？菲菲，
你在画什么呀？菲菲，走吧，上楼。好。你上去了？来，今天保管吃个够。哇，饿死我了！来，过来，可以。还得是练技。那什么，我下楼找点喝的。哟，现在这够默契的，看你们家肖斌多好，还帮你拎包。我们家那位从来不会帮我拎包。默契呢是有一点的，但是他跟姐夫也比不了呀。你看姐夫弄的多像样。哎，弄这一桌子又怎么啦？找老公又不是找厨子。姐，我还想问你呢，你今天为什么改变主意了？你看见一直跟孙辣辣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他 iPad 上面那个屏保了吗？没太在意啊。看，就是这个海报。这个电影呢，讲的是未成年小女孩被成年人监护人欺负的故事。是我想的那种欺负吗？所以啊，我担心那个男人万一对小笼包有别的企图，那不就毁了孩子的一生？对，你做的对。这种事儿不怕1万，就怕万一。我现在着急奶奶的药钱，上次奶奶停药停了2个月，都有纤维化的迹象了。要是这次钱再打不过去，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你说我奶奶也真是命不好，摊上我这么一个没储蓄的孙女。实在不行，我问问我妈。没事儿，等到月底吧，没准月底就好了。月底怎么了？月底就有钱啦？你之前不是一直指望的就是这个刘文波和刘大姐吗？我的天，我有钱了！我有钱了！天天，我终于有钱了！真的假的？不是，15000呢？你看，真有15000，哪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刘文波良心发现了？不能吧，我跟他那么久，没发现他有什么良心。估计是刘丽华女士。你看，她本来是6万块钱嘛，然后还剩50%，50%就3万，我和老林一人一半，刚好15000。确定吗？问问就问谁怕谁。现在可不能喝绿茶了啊！对啊，绿茶属寒，现在就得喝红茶。我这养老保险来了。哎，老林，哎，是你给我打钱了吧？你嫂子给你打的，继续努力啊！这什么钱啊？是不是那个刘丽华女士给你打仗了？对，驳回了，不予离婚。太好了，行，我没别的事儿了啊，我先挂了。怎么样？真的是刘丽华给我打的钱，哎，太神奇了。之前我给刘女士说，自己给沈法官打电话，她不愿意，因为她觉得在老公面前没面子。那沈法官呢也说，要是你们自己不撤诉的话，他肯定是坚持原则的。那怎么突然就给驳回了呢？机器人卡壳了，还是刘大姐突然想通了？不能吧？哎，小哥，我拿瓶水呗。你怎么下来了？聊案子呢？可不嘛，乐了憋一路了。我感觉啊，他要不是为了这口羊肉，都能让我先下车聊完案子，再让我上车。对，哎，正好这周空着，坐会儿，来了。哎呀，
这得亏是在你这儿，这要是在家里面，他聊案子，我都得先下楼遛弯。法官家属配合遵守纪律，那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哎，还是你家比较平衡啊。你还当法官的时候，你聊案子他下楼，他聊案子你下楼。我们那会儿可不这样啊，我那时候接触的都是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这种事情在家不能聊。哦，哎，可惜啊。要不是因为彤彤那档子上，你和淑静都还是法官，多好。那你们想要吃羊肉汤，可就没地儿了。听说彤彤快出院了。啊，听说了。哎呀，当法官呢，难免会得罪一些人。那时候我跟淑静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连累家人。可谁也没想到，还是因为彤彤这件事受了影响。都不敢开口说话了。欢迎光临里面请，欢迎光临里面请。哟，来了，手艺真好。呀，香槟喝点干呢。哎，都给你们摆好了，上去啊。那我先上去了。上去。别愣着啊，人多就不聊案子。那我先上去了。哎。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吗？我不敢打。为啥？我打了这电话，刘丽华女士不就知道这案子怎么办成的，我都不知道了吗？那说不定让我把钱给退回去，怎么办？旁敲侧击嘛，大傻子！用嘴吃饭的还要我教你？喂，刘女士。哎呦，秦律师，也没时间给你打电话，说谢谢你呀。哎，钱给你打过去了，你收到没？啊，钱我收到了，收到了，是您打的，太好了，谢谢谢谢。说什么呢？哎，你可别笑话我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沈法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激动的差点掉眼泪。你说他平常看起来那么冷面，没想到他那么善解人意啊！沈法官主动给您打的电话？对呀。他打电话都说什么了？他就是跟我核实一下，看看不离婚是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当时其实挺纠结，到底要不要说的，我就害怕呀，万一他回头给我说漏了，或者是写到判决书上，能让我老公知道，那我这不一辈子在他面前能抬不起头来。你猜他怎么说的？他安慰我说了，他只要知道不离婚是我的真实想法下做出的正确的决定，他是绝对不会写在判决书上，而且也不会让我老公知道。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善解人意啊？关键是还那么年轻。善解人意，是沈法官，哎，他就是特别善解人意，他这我们青城区都出了名的。面冷心善，表面上看上去吧特别冷漠、冷冰冰的，但是其实里边可热乎了，就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哎，我就跟您说了，您这案子肯定判不了离。哎，行，那您忙吧，我不打扰了啊。谢谢，谢谢您。真的是刘丽华女士给我转的账。沈燮志主动给他打电话，这机器人真的卡壳了。善解人意，也许会牵引我们找到情理法的答案，它也能拯救很多的家庭。只是这份善解人意，也可能给法官的家庭带来噩梦、误解、报复和恐怖威胁，如同阴影浮于光明背后。菲菲怎么了？菲菲怎么了？怎么了？好了好了，不叫了不叫了啊！是不是做噩梦了啊？抱来，哎呀，是不是做噩梦了啊？好了好了，没事了。菲菲，没事，应该是做噩梦了啊，没事。哎呀，没事了，孩子刚才睡着了，就做了个梦而已。大家快继续吃，继续喝啊！不好意思，吃，不好意思。
不麻烦，不麻烦，您这大老远的过来，来，快进来。哎，您坐吧，就近坐啊。哎，我给您倒杯热水。不客气，不客气。哎呀，奶奶，您大老远的过来，不是小笼包又出什么事情了吧？没，什么事都没有，好着呢。那就好。我蒸了点小笼包，请你尝尝。谢谢奶奶。你可千万不要嫌弃，我这都是到大超市去买的新鲜的肉，不是凑合事儿。明白，奶奶，我不嫌弃。多亏了你和那个沈法官照顾我孙女儿，也多亏了你们把我孙女儿从那个不靠谱的儿媳妇那争回来。我这个乖乖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你不知道，那她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应该的，应该的，这都是为了孩子。这碰到这样的事儿也没办法，那谁见了能不管啊？我知道，我儿子还没付你钱呢。哎，我是命苦，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不孝顺的东西？我心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对不住你，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蒸小笼包是算个小手艺，吃过我小笼包的人都说好吃，你试试。还真是，都是热乎的呢。奶奶，您带的也太多，太客气了，这么多我都能开包子铺了。这块这是给沈法官预备的，我准备了2份。我给沈法官打电话，他说什么都不要，就不要。他跟我说不要到法院门口等着，这有规定，谁的礼都不收。是奶奶，他们当法官的规定是挺多的，挺麻烦的。正好我还没吃午餐呢，这么多，就当我占便宜了，我一会儿全给他吃了。那行，小青律师，我该走了。我请一个老姐妹帮我看着小笼包呢，我得走了。不是，您这热水还没喝呢。不客气，不客气，再次感谢啊，乖乖。我送您吧。不，忙正事，不是外人。谢谢啊，辛苦了，辛苦了，走了。奶奶，您慢走。哎。哎，喂，奶奶，我把包子打开了，正准备吃呢。你看，不好意思占你时间，我刚才忘了说了，那个上头有2个小盒，是我家孙女包的。她让我告诉你，你看她这么小就会包包子了。真是不好意思，你就看看就行，底下的都是好的。谢谢奶奶，那你也给我转达一下小笼包刷包的包子特别香，特别好吃。哎，一定说。你忙，不占你时间了啊。好，那您忙吧。3位呢，对于姚老先生的监护权存在争议，今天呢就分别说一说适合做监护人的理由，好吧？谁先来？我先说。我先说。我哥，我是我爸的闺女，我们是直系亲属，我们是父女关系，所以这个财产我排第1位也没毛病，所以照顾我爸我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义务也应该是我的，因为我是他闺女。从血缘上呢，女儿肯定是最亲的，但是你分财产，那个配偶得分一半吧，而且照顾她，我是老伴儿，理所当然啊，是不是？理所应当什么呀？你是他老伴儿吗？你领证了吗？你就是一保姆。谁是保姆啊？我们自由恋爱在一起快1年了，要不是你爸这次病得急呀，我们婚礼早就举行了。那回门酒都吃了。你还能生吗？你要是还能生的话，估计现在都得给你孩子办满月酒了吧？你是人吗？我是人。你说人话好不好？我说的是人话，你听得懂吗？你说人话，我怎么不说人话？我说人话，你能听得懂吗？不要人身攻击。
你爸你妈离婚40年了，你自己结婚都结了离，离了结3次了。嘿，你爸当初为什么不认你？还不是因为你只知道钱。知道你法官，他侮辱我的爱情，侮辱我的婚姻。我结3次婚怎么了？我离3次婚怎么了？我有证，我有证，你有吗？请二位冷静，这里是法院，注意秩序。坐下，一个一个说。法官，我从小没跟我爸在一起生活，所以我爸现在这个样子，我想照顾他，我想弥补。你们俩呢？你们俩算老几啊？你们2个人呢？你们2个人是我爸的什么人呢？啊！你们2个人都黄土埋半截子了，还跟我争？谁跟你争了？我是要我自己那份啊！我是他的配偶，我是啊！什么配偶啊？你起都这么暴，哪有耐心照顾久病卧床的老人？法官，错了，对不起，我实在是受不了他说我。沈法官，我平时我真不这样，我真让这个疯子给我逼的。你说他行了，别演了，法官还是把我哥交给我来照顾，要交给他们俩，3天就得被气死了。你算哪根葱啊？哎呀，都别吵了，看来今天啊，对于姚老先生的监护权也达不成共识，回头我会征求姚老先生本人的意见再做决定。今天就到这儿吧。是，当初这账号是绑定了你的身份证，法律上也算是受保护的虚拟财产，但是那是婚前，女方完全可以举证要求分割婚后增值的部分。我不是偏袒谁，我只是想明确一下。怎么还给挂了？不接就不接。哎，沈法官！哎，沈法官！这是给你的。秦律师，我们有规定的。你放心吧，我不是贿赂你，这是小笼包奶奶给你的，你打开看看。本来这个1盒里边是有8个的，我没忍住吃了4个，这4个是特意给你留的。小笼包包的小笼包。怎么样？我就跟你说吧，我4岁的时候会包饺子，小笼包这么小都会包包子了。你快尝一个吧。你放心，我不会举报你的，这也没什么人。怎么样？好吃吗？现在你不后悔了吧？我就说把小笼包交给奶奶，肯定没有错。哦，对了，沈法官，刘丽华女士给我打的钱我收到了，谢谢你网开一面，保全了她的家庭。这件事情，我并不觉得是在帮他。为什么呢？她不想离婚，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不想离婚，你不仅驳回了她的诉讼，也没有揭穿她。我尊重她的意愿，但我并不认可她的决定。勉强保全一个丈夫出轨的家庭，并不一定是好事。可是你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啊。她不想要离婚，那怎么办？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残酷。就算让她从温室里走出来，也需要一步一步来嘛。可这世间所有的享受都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你想要看更好的风景，怎能不淋一点雨呢？对，但你记不记得前2天你请我吃生鱼片？那绝对是我吃过最贵、最好的东西。你猜猜后来怎么着？怎么着了？你不会拉肚子吧？没错，拉了整整3天。那家海鲜店的品质没问题啊，我吃过无数次了。对啊，这就是每个人的脾胃不一样了。你像我从小都没吃过那东西，可能吃点什么糙米面、白菜、豆腐都不会这样。再好的东西，我脾胃也消受不起。你这是吃多了撑的吧？
我才没有吃多了撑的，这小笼包我吃3盒都没问题。刚才要不是特意给你留的，早被我吃。哎，这小笼包给我包的。哎，你手还挺快。你是打电话来预约的天 AD3596S 的车主吗？对。您的费用是3386，取车和交费都在里边。好，谢谢啊。不客气。哎，请问一下啊，这个后视镜一般受多大力才会断裂啊？车一般在行驶中发生机械碰撞，都会坏的。那如果是人碰到或者压下去，这说实话我没太见过。这人为的话，只要不是太用力，故意去掰啊，一般不至于。你这不是有那个手位模式吗？这360度啊都可以看得见的。哦，对啊，我给忘了，谢谢啊。那你慢走。秦瑞，我现在正式的宣布啊，法律进小区活动正式开始。好，只要给我提供有效案源，就可以免费领这个鸡蛋，先到先得，好吧？谁有这样的案例？啊，我先说。啊，我儿子每天早晨8点钟上班炒底料，夜里面12点才回来。春节啊都加班，1分钱加班工资都没有。你说这公平吗？这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呀！过年加班必须是3倍的工资。哎，这样，我跟您说啊，把这给您，这上面有我的地址，还有电话，您让您儿子联系我，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好，要是他离婚了，我就叫他来找你。那火锅店是他儿子老丈人开的，自己干活。那这不行不行，还有没有啊？哎，我这有。哎，让人到。我说给你听听啊，我的混账的女婿啊，整天不务正业，前2天半夜才回来，一阵叮叮当啷啊，我的老闺女就不干了。哎，嘟噜了2句，那小子朝我老闺女的胸口猛的就是一脚啊，把我老闺女的一个牙给踹掉了。哎呦，这么严重啊！哎，下次他如果再这样，我可不可以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这是严重的家暴啊，这肯定可以。而且您想啊，这牙齿给弄掉了，这算是轻微伤了。只要是警察不管，我们都可以自己诉讼。啊，这能赔多少钱呢？哎，这个赛限是多少？他家这魔狗啊，天天发情，见人就叫，见孩子就追。本说他是女婿了，我都想踹他一脚。阿姨，您说的老闺女是条狗啊？狗怎么的？哎，人有人权，狗就没狗权呐？姚老，姚老。法院的人过来了，行吧，谢谢啊，麻烦了。不客气。姚老先生，您好，我们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的，我是沈介志，也是您监护权纠纷案的主审法官。这位是书记员陈向辉。您好。我知道您目前身体状况可能不太稳定，要不这样，您要是听得见我说话，待会就眨眨眼，行吗？太好了，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您本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啊，可能不太能够支持您自己照顾自己，必须得有个人来监护您。您的3位亲属啊，确切的说是2位亲属，再加上一位和您关系比较亲近的吴女士，都表示了行使监护权的意愿。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您能再说一遍吗？阿姨，一般法律规定呢，有2种情况可以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一个呢，是因为这个给付方长期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给付方他违法犯罪，被收监改造了。他还开宝马呢，成天在外吃喝嫖赌，瞎管子。那你赶紧给他要啊！这样，您把您闺女的手机号告诉我。1811189018。他还在上班，你一会儿再打。我回去了再打。您孙女的这个抚养费包在我身上。好，这总该发鸡蛋了吧？对呀。行，好，不着急啊。好，您把这个鸡蛋拿回去煮碗面，再握个鸡蛋，刚好。来。得是，我费了半天的口水，就值这一个鸡蛋。我们家4口，下锅面也得1人1个吧？不能抢啊！哎，你看。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让恨释怀爱能如初，开垦生活的荒芜，同行一路多盼望。让我做破晓的风，吹散所有苦痛，让我做单身的舟，公道自在。人心之中多少呼喊，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灯火，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这掷地有声。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